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老板通知，今年除夕不放假，我作为财务要站好最后一班岗。除夕前一天，老板就跑了，因为没有老板授权，原定的除夕当天签发拖欠的3个月工资也黄了。公司群里催债生刷屏，老板解释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谁知道财务小林流程搞错，导致钱发不出来，我真是无颜面对大家才提前走了。你们放心，假期结束第一时间发工资，很好。甩锅是吧？画饼是吧？我将老板的黑料一键上传，发到公司大群，然后辞职关机。大年初一，我的电话被老板娘打爆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今年除夕不放假，老板说正好，趁这个机会把拖欠的3个月工资在除夕这天发下去，给员工们压岁。我非常开心，毕竟身为财务，每到发工资的时候没见钱，同事们都是先催我。这3月我过得不堪言，吃饭都得躲着人，这下拖欠的工资一发，我也能喘口气了。先别高兴得太早。人事周姐压低了声音对我说，刚刚老板让我给他订了回家的车票，日期是除夕前一天。我有些迟疑，因为老板1小时前刚刚承诺除夕发工资，这么短的时间就变卦吗？没有老板的授权，我一个财务根本没办法动账上的钱啊。人周姐是撇嘴，他画的饼还少吗？偏偏你还信。我还抱有一丝希望，直到腊月29车票日期当天，我也没收到老板退票的信息。我着急了，堵在老板办公室让他给我一个解释。老板说，哎呀，小林你这个人就是太谨慎，你还信不过我吗？我说除夕发就一定能发，公司没有倒闭，我能跑哪儿去？我问，那你订的车票怎么回事？老板解释，家里有人办喜事，放心，除夕那天我肯定能赶回来。我信了，直到除夕这天，我等到下班，没等到老板回来，反而等来了老板在公司大群的发言。工资我早就准备好了，谁知道财务小林流程搞错，导致钱发不出来，我真是无颜面对大家才提前走了。你们放心，假期结束第一时间发工资。群里一片抱怨，我的火气噌的一下上来了。刚刚我还在想，也许老板人还在路上，晚上一定能赶到发工资。原来从头到尾我都是他耍着玩的傻逼。甩锅是吧？画饼是吧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在群里公开发言，老板你什么意思？你昨天说今天赶到公司发工资，劳资特么除夕等到你晚上8点，结果你人没来，还往我头上扣黑锅是吧？瞬间公司群安静了，有关系好的偷偷私聊我。算了，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，你公开对他会吃亏的。果不其然，老板直接发了一条语音，林伟呀，你别生气，我又不是责怪你，这事儿就算了，给你发个红包，年轻人不要火气太大。接着老板私聊跳出一个红包，点开66元，还有一条他的消息，你去群里给我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不然我有的是法子对付你。呵呵，对付我？谁手里还没点底牌呢？我找到深藏在我电脑一盘的一份文档，处理老板小三事件总结，一键上传，发到公司大群，将老板发的66块钱红包重新发到大群，取名老板的红包，大家平分，然后辞职关机。大年初一，我的电话被老板娘打爆了。老板娘名叫江红，跟老板白手起家创建了这家公司，
如今业务稳定，江红回归家庭带孩子，算起来江红才是公司的法人。可惜了，回归家庭后，不仅公司没了发言权，还给自己整出来好几顶绿帽子。昨天有同事把那份文档转给他，他忍到今天才给我打电话。林伟，很抱歉，大年初一打扰你，我想问问小三的事儿。江红的声音很疲惫，这个事儿说来可就长了。1年前，公司年会结束后，我跟室友相约回酒店休息。室友是公司业务员王鹏，才走到半路，他突然拍我胳膊，我靠，林哥，有八卦，我拉你进小群。小群里算上我只有4个人，但消息刷得非常快，刚进去我就被刷屏了。技术小李，公司年会订了2酒店，一个是我们住，一个是老板跟那谁住。王鹏，别藏着掖着了，那谁呀？是谁？技术小李发到群里一张照片，拍的是背影，隐约能看到老板搂着一个女人的腰，两人靠得很近。我总觉得那女的有些眼熟。技术小李，老板刚出去，你们走慢点就能碰到。我余光扫过拐角，说：曹操到。老板搂着个人过来了，看到道上有人，他下意识地松开怀里的人，装模作样地打招呼：小林，你们还没回去呢。我看清了老板身边的人，一时间浑身凉透了。那是前不久入职的女大学生，名叫程月，肤白貌美大长腿的漂亮妹子，职位头衔是总经理秘书，人长得好看，自然也就吸引我。我私下追过她，她给我的回复是：还小，暂时不想谈恋爱。特么得，扭头就拐到老板怀里了。王鹏看我盯着程月不说话，机灵地接过话头：喝的有点多，出来缓缓再回去。老板您这是？老板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，正好有个合作方过来，我带小月接待一下，先走了，你们早点休息。挥手告别，我像丢了魂一样。王鹏见我不对劲，安慰我：林哥，我也没想到是程月，你跟他不是一路人，这也算看到他真面目了。可是我这个人轴，现实都拍在我脸上了，我还不死心，非要问问他。我给程月发消息：你跟老板什么关系？半夜我才收到他的回复，就是你猜到的关系。我怒了：你拒绝我没事，特么扭头去当小三，他孩子都10多岁了。程月，跟你有关系吗？你个屌丝，别多管闲事。这句话点醒了我，但我没想到，我不去管别人闲事，闲事却找上了我。3个月后，我将程月当成透明人，所以也就没留意到他已经连续1个星期没来公司了。这天，老板把我叫去办公室，拍着桌子上的一张 B 超单子，破口大骂：这是敲诈！想不到他看着老老实实，背后给我玩这一手。老板被气得不轻。我看了一眼 B 超单子，上面显示程月怀孕了，很明显，程月以孩子为要挟，逼宫呢。我低着头没吭声，这跟我一个财务有什么关系呢？谁知老板将 B 超单子往我面前一扔：程月要我离婚娶她，做梦！这公司51%都是我老婆的股份，离了婚我喝西北风啊！跟她说离婚不可能，要钱1分都没有。我指着自己，诧异：你让我去问？老板理直气壮：你是我的员工，我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。我气笑了，人都把检查报告拍出来了，这还怎么打发？老板的眼里闪着金光，只是一个 B 超而已，谁能证明这个 B 超单子是不是他 P 出来的？就算 B 超单子是真的，谁知道他外面有没有别的男人？你去跟他说，这属于敲诈，敢让我老婆知道，我就报警。说完这些，
他又把人事周姐叫进来，把程月开除N+1，他旷工1周，还想要赔偿，1分都不给。周姐冷着脸说：“做不了。”老板噎了一下，但他不敢冲周姐发火。周姐是他老家亲戚，但凡抖露出一点事儿，他就别想体面的回老家，他只能对我撒气。林伟，你去。老板把程月约到公司附近的咖啡馆，但等他的人是我。好久不见，我打招呼，给他点了一杯热牛奶。程月的脸上挂着一丝尴尬，他坐下来环顾四周，并没有看到老板的身影，脸色变得难看。他什么意思？我摊开手，什么意思还不够明白吗？他让你离开，1分钱都不给。我肚子里有他的孩子了，我把 B 超结果给他看过了，他必须负责。程月的情绪有些失控，说完这话，他捂着肚子，眼圈都红了。可能他以为有了孩子，他就有了上位的资本。可惜，他不是老板身边第一个小三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但没有一个人能从老板手里得到过好处。这个人是玩完就扔的人渣。B 超结果是你造假的，你跟别的男的有了孩子，让老板来接盘，算盘打得够精明的呀。我嘲讽地打击他最后一丝期望，你也别指望去做亲子鉴定，他可以单方面拒绝，就算你把孩子生下来也没用，你只会变成一个带着私生子的单亲妈妈。程月有些崩溃，他眼泪一串串地往下掉，说话时身体都在发抖。那我就去他公司闹，我怀了他的孩子，他不能不管我呀。我轻笑，闹？真以为闹能解决一切呀？去公司闹，你就构成了胁迫或者敲诈。我好心给他说了一下老板的意思，他不介意把你送进监狱，只要你开口跟他要任何东西。你现在手上没有任何证据，你稳输。程月歇斯底里，那我怎么办？我跟了他半年，孩子都怀了，他就这样把我扔了？我不干。我冷哼，不干又能怎样？这都是你自找的。我放下咖啡钱，起身就要走。程月把我拉住，几乎是死死地拽着我。林哥，你帮帮我，我没有办法了。我怀着孕，打胎的钱都没有，难道要我去死吗？他刚毕业，没过多久就成了老板的小三，本以为傍上大树，即将过上富太太的生活。他根本没有存钱的意识。程月拽着我，就像拽着最后一颗救命稻草。林哥，看在你曾经喜欢过我的份上，帮我一把。如老板所愿，程月再也没有找过他的麻烦。但老板并没有变得高兴，反而眉头一天比一天紧。1个月后，他突然叫我：“小林，往我账上打100万，我有急用。”我惊了一下，拒绝了。不行，公司账不能混用，你这样我们俩要坐牢。老板罕见的没有固执己见，他点着一根烟，潦草吸了2口，说：“那我去想个办法。”他还真找了个办法，他在市中心租了2间门面房，说要投资，这样我就可以合理化钱了。钱不是打给老板私人账户，而是直接打到店面经营账户上，而那个店面经营人，好巧不巧，我前不久见过，正是程月。这个小姑娘还是有点手段的，居然还能让老板给她花钱。2个人之前闹得不愉快烟消云散，彼此往来，却因为这2间店铺而越发频繁起来。但是老板依旧不高兴，事情出乎所有人的预料，老板画向那2间店铺的钱越来越多，几乎是烧钱养着2间毫无产出的铺子，这也就导致主体公司的现金流日益紧张。我劝老板，如果那2间铺子不挣钱，还是趁早关了吧，这么赔下去，公司赚的钱都填不满那个窟窿。老板发了怒，你懂什么？
这是我想关就能关。他话说一半，我却警惕起来，你投资的怎么还无权关闭了？这2间店铺到底怎么了？我反问他的时候，手心都出汗了。你他妈不会是悄悄套钱吧？我头一次在他面前爆了粗口，他要是再套钱，被抓的可是我一定跟他拼命。老板缓了缓神色，跟我解释，没有套钱，就是亏了而已。那怎么不关掉？租金谈了3年的，提前退租这部分钱收不回来，还不如搏一把。他虽然这么解释，但我心里始终放不下。我害怕哪里出纰漏，我的直觉是对的。刚入夏，公司资金链就断了。为了填补公司资金缺口，老板开始借高利贷。我对电话那头的老板娘江红说，关于小三的事儿基本到此了，后面没什么新鲜的。那2人从高利贷之后就断掉了，店铺也被关了。江红舒了一口气，又问，那个女孩怀的真的是？不愧是2口子，思路都如此相仿。其实是与不是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程月再也不会回来找他俩求上位了，他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我回江红，不知道，但如果孩子是你老公的，你会跟他离婚吗？江红许久没有回答我，等待了半晌，电话传来忙音，江红把电话挂了。中午的时候，王鹏给我发来公司大群截图，老板娘江红进大群公开发言，我跟你们老板少年相识，一起白手起家打拼下这家公司。我们有共同的家庭，有可爱的孩子，还有公司以及公司里的大家。我们的关系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打破的。新的一年，祝福大家家庭美满，阖家幸福。王鹏，看见梅林哥，正宫发话，原谅这顶绿帽了，我一点也不奇怪。江红是个头脑冷静的女人，一个已经被处理的小三根本不会威胁到她的家庭。不过，我拿着手机，把另外一份文档单独发给了江红。文件名：老板金钱交易顶罪总结。金钱交易是老板做的，被人查出来后，他曾打算让老婆江红背锅。不知道这份文件给江红带来多大感触。只隔了1天，他居然直接飞到我老家，约我在咖啡馆面聊。厚厚的粉底都遮不住他眼下的乌青。顶罪又是怎么回事？江红问。我笑了，看来你对你老公还是不够了解。上次我跟他说过小三的事，到店铺关闭为止，但是因为这事儿捅出来的资金窟窿远远没有结束。为了还高利贷，老板把他家房子抵押了。江红惊得站起来，失声道：不可能！我很同情他，他今天才知道他和他儿子都已经无家可归了。你可以查一下你家房产证，现在还在银行压着呢。抵押出来的钱，一部分还了高利贷，一部分用来给人塞红包。问题就出在这红包上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就算高利贷还不上，最多就是查封名下财产，限制高消费而已，跟顶罪这个词儿可扯不上半毛钱的关系。但塞红包就不一样了，老板不仅偷偷给人塞了，那个人还被人查出来了。顺藤摸瓜，相关部门顺着资金往来查到了老板的头上。小黑屋里关了半天，老板一出来就召集公司核心员工发布号令，如果出事，你们记得把这一切都归到我老婆江红头上。她进去了，我还有能力给她请最好的律师。我要是进去了，大家都别想好过。那次我那抠逼老板罕见地露出狠厉的神色，我敏感觉察到出事儿了，这事儿还不一般。留了心眼的我开始收集证据，在他发现之前，将我能探查到的所有细节全都记录下来。
汇总成那份我发给江红的文档。我好心提醒他，这事儿还没结束。比起房子，我觉得你更应该仔仔细细地查一下你老公的账，看他到底在外面欠了多少钱，惹了多少事。不然房子没了，老公进去了，这一堆的债务由谁来还呢？江红是个聪明的女人，我稍微一点拨，她就明白其中的关键。本就疲惫的脸此时毫无血色，她撑着身子站起来，对我道谢，告辞。我叫住她，江小姐，我理解你可以为了家庭原谅老公出轨，但这事儿如果你还要给他兜着，赔进去的可是你跟你儿子。想到才10岁的儿子和那一连串的绿帽子，江红身形晃了晃。我懂，谢了。他赶了最近的一班飞机飞了回去。再次接到王鹏的消息，已经是晚上了。王鹏直接打来语音，声音里全是看热闹的兴奋。林哥，老板娘带着孩子走了，啥都没带，接上孩子就走了，没人知道他俩去了哪里。老板现在四处打电话问他俩的踪迹，急得跟什么似的，但没人知道，跟特么人间蒸发了一样。该说不说，老板还挺重情义的，找不到老婆孩子，发了好几通火。我笑了，他哪里是着急找不到老婆孩子，他是着急找不到替罪羊。转眼便是大年初七，复工第一天，原本没调查完的东西又要开始新一年的盘查。老板的好日子开启倒计时，手机接进来一条信息，是一张手绘的云南风景图，外加一条文字：林哥，你帮我走出泥潭，我也帮你找到了线索，幸不辱命。又是一张图片进来，是实拍的云南小镇许愿树上，一块心形牌子上写着2022年11月11日，佳佳很难过。我闭上眼，努力压制住翻涌的情绪，心里一遍一遍告诉自己，行至于此，一定要沉住气。调查小组又找上了老板，他们这行查不到个水落石出，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一开始，老板还沉浸在大年开头，不至于动真格的幻想中。直到工作人员把他作假的标书一本一本落在桌上，这里面甚至有10多年前他刚创业时候的东西。老板以为过年了，大家都休息了，殊不知就是这个时间差，人家把他底牌全摸清了。说吧，那钱你怎么送的？送给谁？送了多少？无从抵赖。于是他开始攀咬别人，都是我老婆做的。老板咬着牙，将自己的老婆推到前面挡枪。他人在哪儿？跑了。这话半真半假。在我得知老板黑着脸回公司之后，我立刻给江红打过去电话。你老公把你卖了，希望这段时间你已经收集到你想要的东西，不然被自己的这边人送去顶罪后，希望你儿子能被爸爸照顾得很好。孩子就是江红的软肋，这个聪明又护犊子的母狼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。但他也有担心的东西，就算他进去了，他的那些债务也有一半在我头上，以后的日子我该怎么过？老板偷偷搞出来的外债可不是几万几十万的小数目，分摊到江红头上，他后半辈子都要为还债而活。这样的生活他不想要。巧了吗？这正是我所擅长的东西。老板娘江红又回来了。这消息在公司里引起轩然大波，因为老板这段时间摊上的事儿，明眼人已经知道的七七八八了。这个节骨眼还回来，已经不是真爱无敌，而是妥妥恋爱脑了。王鹏一边跟我八卦，一边吐槽：绿帽子能原谅，外债能原谅，踏马的顶罪也原谅。我亲眼看到江红哭着回公司，当着众人的面问老板，为什么瞒着他把房子抵押了？
为什么偷偷借高利贷？那些钱都花哪儿去了？我勾起笑。老板怎么回的？他还能咋回？说公司周转不好，借的钱全用来填窟窿了呗，现在一毛不剩。我问他，公司有人录视频吗？王鹏压低声音，怎么没有？好多人都在偷偷的拍呢，现在估计都传网上去了。行了，这就够了。半夜，我接到江红的电话，林伟，我照你说的做了，他现在让我给他顶罪，我该怎么做？我看着墙上的照片，笑了笑说，答应他。江红不理解，但还是保持一丝礼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信任你的老公，你相信他有能力把你保释出来，但是为了公司的未来，你得先把法人转移给你老公。为了孩子的未来，你需要跟老公离婚，自己净身出户，孩子的抚养权也归你老公所有。江红声音颤抖，如果失败，我会一无所有。我冷哼，如果你不做，你不但一无所有，还有至少几百万的外债。江红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好，我听你的。江红移交了法人，签了净身出户加离婚的协议，去顶罪了。至少老板认为他真的去顶罪了。这天，老板心情十分愉快，哼着歌走进公司。周杰冷着脸问他该怎么救江红时，老板脸色一横，救什么救？他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，凭什么救他？这语气跟开除程月时一模一样。周姐瞥了一眼卫生间，一言不发地走了。隔天，一群帽子鼠鼠冲进公司，将老板摁在地板上。老板一边挣扎，一边吼得撕心裂肺，抓我干什么？塞钱的人是江红，你们要抓他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。江红从人群后走出，手里捏着一沓复印件，摔在老板的脸上。我18岁跟你在一起，跟你结婚生孩子，白手起家，你拿我当什么？风光得意时的黄脸婆，换小三时候的挡箭牌，出了事的背锅侠。江红涨红一张脸，但声音冷得淬了冰。别的事儿都罢了，你不该拿我儿子的未来去赌。江红和老板被一起带走，虽然是一起，但待遇可是天差地别。江红是被客客气气请上车的，老板是一副手铐铐着押上车的。我摘下墙上的照片，当夜飞往公司所在地。这场大戏唱了1年，到了落幕的时候，我又怎能缺席？我落地的时候，江红已经配合调查完出来了，依旧是一间咖啡馆。江红接待了我，连续奔波多日，但江红的气色看起来比过年时候好了不少。他将一份打印好的资料推给我，这个人林佳，被他骗的小三之一，是你妹妹吧？我笑笑，将相框掏出来，看这个吧，这个拍得更漂亮。这是另外一个故事。我毕业那年，通过层层面试，终于进入心仪的500强公司。上大2的妹妹给我庆祝完之后，红着脸告诉我，她恋爱了，对方是一个青年才俊，年龄大点，有自己奋斗的事业，很上进，她很喜欢。妹妹已经20岁了，谈恋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，我没有太当回事。1年后，妹妹所在的大学门口突然被拉起横幅，上面直指我妹妹林佳是小三，插足别人婚姻，破坏别人家庭，为了钱，心甘情愿被老板包养。我单纯了20多年的妹妹，何曾经历过这样的打击？舆论愈演愈烈。等我得到消息，赶到学校的时候，妹妹已经办好了退学手续。她跟我说，哥，我有点难过，我想出去散散心。我答应了，火速请了假，打算她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。但一个错身的功夫，林佳就不见了。她给我打电话，说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没过多久，我就收到了警察的电话，
让我去认尸。那段昏暗的日子怎么过来的，我已经记不清楚了。我辞了工作，多番打听之后，我进入到如今这家公司。一开始，我以为舆论的罪魁祸首是江红，毕竟原配打小三，屡见不鲜。但一番调查之后才发现，那个把我妹妹推进地狱的人，不是身为正宫的江红，而是骗她感情的老板。背后的原因更是可笑的简单。我妹妹想带老板回老家，老板却只是玩玩而已。他厌烦了我妹妹那些所谓破产没钱的借口，又甩不掉我妹妹，所以他才想了这么一个损招，以正宫的口吻去我妹妹学校门口拉横幅打小三。江红默默开口，本来我也只当你是离职的怨气，才处处针对他，但你知道的太多了。但凡你把第2份文档发在大群里，你就能捏死他，但你没做。我按照你说的调查他的欠债和过往。当我查到林家，看到林家照片的时候，我明白了，你不在乎他是否塞钱，是否违纪，你在乎的是你妹妹的清白，你想让她死，为了你妹妹的命而赎罪。我点头，妹妹是自杀，法理上她不用承担责任，所以我就给她送了这份大礼。从一个小三的威胁开始，变成一个资金窟窿，从一个资金危机转变为债台高筑。为了急于摆脱困境，一个惯会自私自利的人自然会铤而走险，他会得到应有的报应。江红不可思议地说，你让我净身出户，为的就是让我撇清干系。我点头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没必要把不相干的人扯进来。说到底，江红没错，他的儿子也是无妄之灾。我想扳倒的只有一个人渣。江红配合我，将调查的东西都交了上去。我妹妹的死就这样进入大众的视野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程月也作为证人出席，外加江红一早调查的资金流动证据和调查小组手里的数据，老板的罪责板上钉钉，一点都无法抵赖。他也不笨，庭审上听到林家的名字，再看到旁听席上的我，瞬间就激动起来。林伟，劳兹踏马，一直以为你是个老实的，没想到你给我挖了个坑。那2间商铺是不是你搞的鬼？2个警察瞬间将他控制住，他只能涨红一张脸，无能地瞪着我。开玩笑，这个时候了，怎么还能胡乱攀咬？是我让你开铺子的吗？是我让你打钱的吗？连续亏损下，我让你停止注资，你听了吗？做人可不能不讲良心啊！程月坐在另一边，冲我挑眉，我回以善意的微笑。最终，老板被人摁住。听完了审判，12年，外加独自负债1800万，他的一辈子算是完了。出来后，程月约我和江红一起坐。饭桌上，程月大手一挥，给江红赚了150万。这钱对于一穷二白的江红来说，可谓是天降甘霖。江红目瞪口呆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给我转这么多钱？程月笑了笑，我跟人说好的，这钱其实还是从你前夫手里拿来的，我只取一半，另一半归你了。江红思索了一下，他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，还有儿子要养活，客气了一下，也就收下了。我很好奇，我前夫一向一毛不拔，怎么突然就怕了你，频繁给你注资呢？程月瞄了我一眼，很难猜吗？我年轻漂亮，只要成为他重要客户的女朋友，他可不得供着我。至于程月是怎么知道谁是老板的重点客户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在老板入狱的第2天，江红带着离婚协议书去民政局正式办完了手续，同时他又以老板入狱为由，将儿子的抚养权更名在自己名下，带着自己的儿子
离开这座城市，去别的地方生活了。我回到老家，给妹妹的坟上添了一把新土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此生再无牵挂。程月跟在一边开口：林哥，你真的不考虑一下我吗？我摇摇头，其实追程月也是假的。我熟知老板的尿性，从程月一入职，我就知道他进入了老板的猎物范畴。我追程月，无非就是找个理由接近，探听到更多的东西罢了。程月摆摆手，没关系，过几天我再重新问你，你要好好想清楚。介绍一下，我叫林伟，一个青年社畜，为人老实巴交，做事勤勤恳恳，可千万不要欺负我哦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